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继上回做了无水高丽菜焖鸡之后，近期真的疯狂爱上无水料理，想说过年的全鸡干脆也来个无水版。原本都会做白切鸡或是炖一锅鸡汤，这次试了无水葱油烧全鸡，妈妈呀，这个效果简直不是普通的好，根本是超级无敌赞！拜托大家，今年年菜你一定要试做看看，保证你不会失望。不止水嫩多汁鲜嫩好吃，做法超级简单。最后剩下来的鸡汁鸡油直接拌饭拌面还是拌面线都可以，真的超级好吃。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备料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我的这只全鸡呢，大概有3公斤重。喜欢肉嫩一点的，记得跟老板订母鸡，我这个是母鸡。想要口感更好，甚至可以用阉鸡哦。不过阉鸡的价格通常比较高。这个鸡买回来呢，可以抹点盐冲洗干净。为了让成品更好看，通常我们会在外表冲滚水，这个步骤有人也会觉得比较卫生一点。我们就煮1壶滚水，或是用小锅煮也可以，直接把热水冲淋在鸡的外表，让它的皮收缩一下。冲完滚水也可以再冲一下冷水，冷热交替，最后完成的成品皮也会比较完整，不容易破。因为鸡很大只，要先腌制入味。先来准备一个综合的腌料，酒的部分你要用米酒或绍兴酒都可以，我就用绍兴酒，香气更好一点。其他所有材料也一并加入。大家可以先按我这个配方做一次，我是觉得这个味道刚刚好。就把所有材料搅拌均匀，尽量把糖的部分给化开，直接拿调好的酱料来腌制全鸡。就把这个综合酱料均匀涂抹在整只鸡的外表，顺便把鸡肉按摩一下。单面抹完记得要翻面，反正就是均匀的涂抹酱料在鸡的外表。鸡翅、鸡腿的侧面都要抹到哦。鸡的肚子内部想要抹一下也是可以。这只全鸡呢，要冰箱冷藏腌制隔夜，至多腌个2-3天都没问题。如果放在调理盆当中呢，要记得适时翻面。我是建议找一个大一点的塑料袋，直接把它密封好，放冰箱冷藏室。中途记得翻面，让酱汁均匀的沾裹全鸡。如果真的赶时间，至少要腌制3小时。隔天腌制完成，准备料理前，我们先来切点姜片跟葱段，只需要这2种辛香料就可以。葱姜的量大概要可以铺平在锅底哦。我这个是24公分的铸铁锅，放一只全鸡刚刚好。你也可以用厚底导热循环好的复合金不锈钢锅。腌鸡肉的酱汁不要丢掉，直接一起加入锅中。鸡的外表淋上些许的冷压芝麻油，稍微的抹匀。接着我们开中火加热。我们要先把锅子底部的酱汁加热到滚沸的状态，顺便也算热锅。底部酱汁滚沸之后呢，我们就盖上锅盖，直接改成中偏小的火。虽然火力调小，但也不可以太小哦，否则无法产生蒸汽。因为铸铁锅密封导热性很好，所有食材的水汽在锅内可以造成一个循环微压的状态。我们就直接中小火焖煮40分钟左右，中途不要开盖哦。行程快结束前，锅边会开始冒蒸汽是正常的，只有密封导热良好的锅子才适合做无水料理，底部也才不会烧焦。40分钟到后，我们关火不开盖，再焖个10到15分钟，真的不要就真开盖，不然里面的水汽都跑光了。焖完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看，真的超级美丽，真的水当当的全鸡。我们再次开火，主要是要再让这个鸡的外表上色再更好看一点。再次加热滚沸一下底部的酱汁，看一下哦，底部的酱汁水分还是很多哦，而且这个酱汁真的超级鲜美，可以把它反复的浇淋在鸡的外表。我这个锅太窄了，酱汁有点捞不起来，我就把它倒出来重新淋在鸡的外表，让整体上色更好看一点。准备一点青葱丝来给它油泼一下，油泼的油尽量选择耐高温的，我用的是冷压酪梨油，发烟点是所有油品中最高的。我们就直接加热烧一下油脂，把这个油呢加热到摄氏180到190度左右，瞬间油泼这个青葱丝，哇哦，太香了，整个香气四溢。稍微简单装饰一下，
就可以整锅上桌。当然你可以把鸡给剁了，但我剁鸡剁得不美丽，我们直接上桌手扒手撕就可以。豪迈的吃就是喷香好吃啦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肉的部分完全是熟透的，但不是那种熟过头的熟透哦，是刚刚好熟透的那种鲜嫩度。反正就是很多汁很好吃啦。不相信是吧？赶快试做一次就知道。熟的刚刚好，不熟过头。然后我真的是冒着手被烫伤的风险给大家剥鸡的，大家注意看我的手红到不行，因为真的超级烫。剥完鸡肉整个手指差不多要烫伤了，还好鸡肉的鲜美可以抚慰我被烫伤的手。无水葱油烧全鸡，等你交作业。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